周旺跟我说，是我欠他的，他在父母强迫下娶了我，却又用尽所有手段折磨我。我很想告诉他，这些与我无关，可是我做不到了。我快要把周旺忘了，知道了真相的他却慌了。某天清晨醒来，我只看见一个哭得双眼猩红的男人。抱歉，你是哪位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周旺还是像以前一样爱笑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，青青，你永远是我妹妹。可是周旺，我不是你妹妹呀，我们明明已经结婚了。我在梦里着急地想要告诉周旺，可是却发不出声。哗，一盆凉水泼在我脸上，我惊得坐了起来，甩了一把脸上的水。我狼狈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周旺身姿修长，蹙眉看着我，谁让你睡在这的？我刚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睡在了周旺的房间。抱歉，我收拾房间太累了，我忘了家里有保姆，偏要自己收拾，下贱的命。周涵一脸不耐烦，还坐在那等我请你。我跌跌撞撞地爬下床，看见昂贵的床品都已经被水打湿，我给你换一套吧。周涵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手机就震动起来，他拿起来瞥了一眼，眉眼柔和了许多。电话里女孩撒娇的声音传来，阿旺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里，那你早点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，我给你带了鸡汤，等下就过去。一股酸涩在胸膛中蔓延开来，我手忙脚乱地擦拭着床单。周旺看也不看，转身下楼。凉薄的声音远远传来，扔了，我嫌脏。我知道他今天不会在家里睡了，今晚他又要去看望他的白月光。我低下头，一声不吭地收拾着床单，脸上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水。我和周旺结婚2年了，从未在同一间房里睡过。他是天之骄子，周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而我只是周家保姆的女儿。可是以前周旺不是这么对我的。我从小在周家玩耍，和周旺一起长大。周旺的父母对我像对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更是在我父母车祸过世后，把我收成了周家的养女。那时候的我已经理解了死亡，在我父母墓前，我沉着冷静地走完了所有流程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晚上，我坐在窗边，呆呆地望着星星。周旺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他说，青青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伪装的坚强，他关心的话激得支离破碎。我泪流满面地转过头，周旺，我没有爸爸妈妈了。小小的周旺抱住我，声音里也带着哭腔，别怕，青青，你还有我。那一晚，我在周旺的怀里哭得声嘶力竭，累得昏睡过去。睡着的前一秒，我听见周旺轻轻地说，青青，我一直在。于是我就相信了，从小陪我到大的周旺会和我一直走下去。可是周旺食言了，他长大后和白哥在一起了。她是个漂亮的姑娘，从小学习民族舞，在大学开幕式上一舞惊艳了周旺。周旺仿佛把我忘记了。当他牵着白哥的手，喜气洋洋地对周爸周妈说，爸妈，这是我女朋友。那时候周爸周妈的脸色变了。白哥笑着跟家里人打招呼，轮到我时，他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寒意，却还是笑着拍拍我的头，这是青青吧？早就听阿旺提起了，阿旺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，我以后和阿旺一起照顾你。我勉强地笑了笑，却扭过身子在心里嘀咕，我才不要你照顾呢，连周旺一直都是我照顾的。周爸周妈强颜欢笑地送走了白哥，转头对周旺说，跪下。周旺傻了，我也傻了，我下意识地想挡在周旺面前。周旺猛地推开我，为什么？
周爸爸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忘了你之前是怎么说的吗？你不是说要娶青青吗？我一愣，周望，娶我？心底一朵小花悄悄地生长起来，花须骚得我的心砰砰直跳。周望一脸的不可思议，不过以前年轻时候的一句玩笑话，这怎么能当真呢？我瞬间感觉刚才的喜悦荡然无存。我当然是一直喜欢周望的。周爸爸拍着桌子，你现在立刻跟那个什么白哥分手。青青这些年一直对你怎么样？你不知道吗？勾三搭四，像什么样子？周望倔强地梗着脖子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周青青，这辈子我认定白哥了。我的心好像也随着这句话啪嚓一声碎掉了。从那天开始，周望对我再也没有了好脸色。可能是前一天着了凉，第二天早起，我感觉头痛欲裂。周望呢？管家王姨叹了口气：“您昨天和先生吵架了，先生一晚上都没回来，您忘了？”我迷迷糊糊地站起身：“是吗？好像有这回事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那他现在回来了吗？”王姨看了看我：“没有，不过刚刚家里收到了一束鲜花。”我看向门口。2个女佣合力抱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，新鲜的玫瑰瞬间漾得满是清香。我赤着脚跑上前，心中按耐不住的惊喜。这是我们结婚之后，周望第一次送我玫瑰，而且是在我生日这天。花朵中间簇拥着一个精美的丝绒盒子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地打开，是2枚戒指。男戒和女戒依偎在一起，硕大的钻石闪耀着璀璨的光芒，我简直不敢置信。王姨，这是周望叫人送来的吗？王姨在旁边也很惊讶。是啊，是先生的司机送来的。我低头去嗅，又想起周望上一次送我的玫瑰，那仿佛是好几年之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的周望对我还很好。我虽然失去了父母，但是周爸周妈就好像真的是我的亲人。周望有时会酸溜溜地嘲讽：“我爸妈对你也太好了吧，我这个亲儿子倒像是捡来的。”我18岁生日那天，周爸周妈在家里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宴。晚宴过后，我正在小花园里散步，周望突然出现了，他手里端着一个插着蜡烛的蛋糕。蛋糕歪歪扭扭的，奶油也乱七八糟。周望，这是你做的？周望有点别扭地转过头。是啊，你要是嫌丑，我就扔掉好了。说罢做事要扔进垃圾桶里。我连忙抓住他的胳膊，别，我很喜欢。周望这才满意地点燃蜡烛。许3个愿望吧。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我没什么愿望。看在你帮我做蛋糕的份上，我可以把这个权利转移给你。周望抬头，真的？那第1个愿望，我希望周家所有人都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第2个愿望，我希望你能跟我考上同一所大学。他急急地睁开眼补充：你太笨了，我怕你考不上。第3个愿望，他凝视着面前跳动的烛火：青青，我喜欢你。我希望长大之后能娶你。清秀的少年目光里跳动着坚定的亮光，在那一刻他冲我微笑：青青，我喜欢你。他不知从哪拿出一束鲜红的玫瑰，递到我手上：青青，我要去读大学了，等你跟我考到一个学校，我们就在一起，你答应吗？我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傻乎乎地用力点头。上一束玫瑰，离今天竟然已经好多年了。我感慨地伸手抚摸着玫瑰花瓣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愠怒的声音响起。周望脸色铁青地推着轮椅站在门口，而轮椅上的白鸽正对我微笑。周望，我站直身体。周望大步流星地走上前，一把推开我：这是我送白鸽的礼物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瞬间感觉一股凉意蔓延到四肢百骸。送给他的
周望愠怒地检查着礼盒里的戒指，不然你以为呢？难道会是送你？我勉强地弯了弯嘴角，是我昏了头了。白哥这时坐着轮椅，慢悠悠地停在我们身边。青青，你别误会，我今天心情不好。阿旺想带我回家吃顿饭而已。回家？回谁的家？我忍不住问。这难道不是我和周旺的家吗？周青青，周旺厉声喝止我，不愿意在这里待着，你就滚出去。白哥拉着周旺的手，温柔地拍拍他的手背。他们两个人没有拥抱，没有接吻，可是他们亲密的好像没有距离，没有人能分开他们。我抿了抿嘴唇，拿了件外套走出家门。背后周旺柔声安慰白哥，你别理他，你知道的，如果不是我爸妈拼死要我娶她，她根本不配住在这。我仰头看向院外的梧桐树，秋叶缓缓地坠在地上。我永远也斗不过白哥的，我明明知道，但是我忍不住。那天我去学校给周旺送东西，周旺不在宿舍，我正想去找他，白哥叫住了我。周青青，你好。他脸上带着人畜无害的微笑。我并不喜欢他，我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周青青，你喜欢周旺吧？白哥在我背后冷冷地说。我回头看他，他脸上的笑早就已经消失了。胡说八道！我不安地小声反驳。白哥上前2步，细细地观察着我，眼神是骗不了人的。周青青，我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周旺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，像打量一个猎物。可惜了，周旺喜欢我，我希望你能和他保持距离。我不舒服地皱眉。凭什么？白哥凑近我，在我耳边轻轻道：周青青，你知不知道我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你一个孤儿，能给周旺什么助力？你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？我不可置信地望着白哥甜美的侧脸，不敢想象这是他说出来的话。白哥直直地盯着我，听懂了吗？周青青，别在白日做梦了。我推开他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明明收了力气。白哥却猛地跌坐在地上，惊恐地看着我。我不知所以地看着白哥，身后却传来周旺愠怒的声音：周青青。他像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，猛地撞在我肩膀上，我差点跌倒，他却毫不在意，焦急地扶起地上的白哥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？白哥眼泪汪汪地摇摇头。没关系，青青不是故意的。这么简单的伎俩，竟然没能骗到周旺，我只觉得好笑。周旺站起身，皱着眉看我。周青青，别做这种无聊的事，给白哥道歉。我看着他，轻声说：周旺，不是我推的。周旺冷笑一声，这么说，是白哥自己跌倒的。我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，我很想说是，可是周旺好像并不相信我。我悲哀地看着周旺，你不相信我，是吗？周旺冷声说，我都看到了。他不再说话，而是一只手捏住我的肩膀，一股锥心的刺痛传来。我感觉膝弯被重重踢了一脚，受不住力，猛地跪了下去。围观群众哗然，我听见周旺冷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盘旋着钻进我的脑海：周青青，不要再出现在白哥面前，这就是你欺负白哥的代价。我想，我确实是病了。走在空空的街道上，冷风刺激着我的眼睛，我感觉大脑里好像有一个钻头，疯狂地嗡嗡响，刺激的我的神经都在发抖。我想，这是被周旺气的。但是当我终于支撑不住，跪在地上时候，我还是慌慌张张哀求着围上来的好心人，别送我去医院。因为以前的那些事，我很怕去医院的。但是当我睁开眼睛，我还是看见了病房里的陈设。主治大夫面露不忍：周小姐，你的脑部肿瘤压迫到部分神经，我们可以予以切除。但是他看了我一眼，你现在的情况比较严重，
已经开始产生失忆的症状了。这种症状会越来越重，直到你把之前的事情都忘记。忘记所有事吗？忘记周家，忘记周旺。我傻坐在那里，就算做了手术，也不能停止失忆吗？医生摇摇头，抱歉，你来得太晚了。这种压迫性损伤是不可逆的。你看什么时候带家属来办个住院手续？我沉默了一会，我没有家属，我的爸爸妈妈和周爸周妈已经离去了，我也没什么朋友。至于周旺，他如果知道，我会把他忘了，会不会有点庆幸呢？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拖油瓶。医生，我没有家属。半晌，我声音嘶哑地开口，我自己就可以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我呆呆地坐在冰凉的长椅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我讨厌医院，它让我想起白鸽。每当看到蓝白条的病号服，我都好像看见周旺猩红着眼，掐住我的脖子。周青青，白鸽的腰椎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眼神中迸射出浓烈的杀意。你为什么要用我们结婚的消息去刺激他？我被他提在墙上，面色通红，发不出声。我想说，不是我做的，周旺。可是没人在乎。周旺疯狂地几乎勒断我的脖子，他再也不能走路了。周青青，你知道这对于一个舞者意味着什么吗？病床上的白鸽虚弱的小脸煞白。阿旺，周旺仿佛突然回神一般，猛地甩开我。我捂着脖子坐在地上，大口呼吸着，庆祝自己的劫后余生。白鸽窝在周旺的怀里，无声哭泣着，像一只受惊的小鹿。阿旺，我是个残废了，我再也不能走路了，求你别离开我。周旺哽咽着握住他的手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我要报警，让伤害你的人受到惩罚。我想这样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洗清我的罪责了。白鸽却使劲摇摇头，不要，阿旺，我求你别报警，不然青青这辈子就毁了。周旺咬着牙一拳捶在床边。我知道周旺不会相信我的。两个人在床上拥抱着，好像一对绝美的璧人。我沉默着回家了。我以为周旺会在医院陪着他的白月光，不想他半夜疯狂地敲开了家里的门。周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满身酒气，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。这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他突兀地笑了一下，脸上满是凄凉。周青青，你真他妈狠！我已经答应要娶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我沉默着，没有解释。周旺猛地把酒瓶摔在地上，碎片四溅。你他妈到底还要怎么样？周青青，你毁了白鸽的一辈子，他再也站不起来了，而且他还在为你求情，你怎么忍心做这种事？他把我摔在沙发上，眼中燃烧着恨意。为什么跳楼的不是你？要是你替白鸽瘫痪就好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心脏上是密密麻麻的疼痛，可是我不能说。周旺，我不能说。我哭着摇头。如果你要恨，那就恨我吧。周旺突然疯狂地撕扯着我的衣服，我惊得想要坐起来。周旺，你干什么？周旺冷笑一声，你他妈不就是想跟我结婚吗？我今天就成全你。我奋力挣扎着。周旺，你混蛋！周旺毫不留情地擒住我的手，举过头顶。别装了，周青青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他的吻落了下来，没有章法，更像是咬，在我的锁骨上留下大片青紫的痕迹。我痛得弓起身子。周旺，我求你不要！我只听见周旺冰冷的声音：周青青，你活该！撕心裂肺的疼痛。我静静地看着头顶晃动的水晶吊灯，耳边是周旺沉重的粗气声，一滴眼泪顺着眼角砸在沙发上。周旺，我好痛！周旺凑近我的耳边，青青，
白哥比你痛千万倍。他的声音清明而残忍。我要你永远记住这一天。可是周望，不是我。我将手中的鲜花放在墓碑上。周爸爸，周妈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我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。可是下次我就不一定能记得了。医生说我得了很严重的失忆症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。我定了闹钟，才能想起来今天来看你们。眼泪一滴一滴阴湿了墓碑。可是下次我怕我把你们忘了，我也怕我把那些真相忘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故作轻松地抬起头，这样我就能把周望忘了。他对我一点也不好，他骗我的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，他从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妻子，甚至朋友都算不上。我轻声说着，不知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。周爸爸，周妈妈，我好害怕。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，可是我找不到一个亲人。我好像自己活在这人世间，没有人在乎我。我俯身在墓碑上，好像那日伏在周妈妈的膝上。她说：青青，去见白哥吧，就当帮妈妈一个忙。我惊讶地看她，她一向是不许我们和白哥来往的。周妈妈读懂了我眼神里的心思，她摸了摸我的头。我手里有些证据，她能让白哥绝了嫁进来的心思。你是周望的未婚妻，你去很合适。我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，监控视频上面的白哥像个小太妹，叼着烟卷，一脚踏在一个女生肩上，女生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求你们不要打我了。周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，她在高中一直这样霸凌别人，后来被处分，差点退学。只要你告诉白哥，让他离周望远一点，这些证据我就当没看过。我原话复述给了白哥，看着他得意的脸一点点变得惨白。如果这些爆出来，你应该就毕不了业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周望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。白哥拎起包冲了出去，他怨毒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周青青，你等着。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会跳楼。看着悲痛欲绝的周望和自责的周爸爸周妈妈，我说不出口。知道事实的周望也许会和父母反目成仇，也许会和周家断绝关系。他把白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我不能说。看着满头白发的周爸周妈，我沉默着接受了周望的揣测。所以这些年他总是恨我。周望，不要怨叔叔阿姨，他们也没想过会这样。如果非要恨，还是恨我好了。是我去和白哥说的，本来你就恨我，加上这点恨意，没关系的。我一个字一个字记录下来，合上电脑，一群鸽子飞过蓝天。也许是病症加重了，最近我的头总是昏昏沉沉的，做事也总是丢三落四。负责我的小护士每天看着我吃药。手机铃声响了，竟然是周望。你在哪？他的声音冷冷的。我在外面，有点事。周望嗤笑一声，长脾气了，这都几天不回家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鼻子突然酸了。周望，我生病了。我小心翼翼地补充，很严重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，久到我以为周望挂断了电话。周青青，周望叫我的名字，他的声音里充斥着不屑。别装了，我没空跟你玩这些无聊的游戏，你死在外面也跟我没关系。既然不回来，那就永远别回来了。电话里传来忙音，他挂断了。我举着手机，久久没有回神，而后苦笑一声，放下手机。周青青，你可真是自讨苦吃，根本没人在乎你。不过你别哭，以后你也不会再在乎周望了。朋友圈里，周望搂着白哥在海滩幸福的拍照，配文兜兜转转还是你。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，原来我的身体还不如白哥一个微笑重要。这么多年，我究竟在周望身边耗什么呢？
手机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，几个共同的好友都来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想了想，挨个回复道：离婚了。我擦掉眼泪，拔掉手上的吊针，拨通了一个尘封很久的电话。下午3点，不见不散，附上了定位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白哥，别让我失望。他来得很及时，毕竟他知道我手里有什么东西。周青青，你这次要做什么？他恨恨地看着我手里的 U 盘，眼神里写满了不甘。他害怕了，害怕我鱼死网破，说出当年的真相，害怕我把 U 盘交给周旺，毁了她嫁进周家的机会。我累了，白哥。我开门见山地递过诊断书，看着他的眼神从惊喜又转成犹疑。周青青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摇摇头，我不想跟你斗了，我也斗不过你。白哥，100万，给我100万，这个 U 盘就归你了。白哥毫不犹豫道：成交。我把 U 盘推到白哥面前，还有一件事我想弄清楚，你当时为什么要跳楼？白哥一把拿过 U 盘，满意的笑了。周青青，你还真是个傻子。他小心翼翼地把 U 盘装进包里。那是意外，意外懂吗？你是说，我那天只是想站在阳台上吓唬周旺一下，顺便把这个错归到你头上，结果那天风太大，楼上的广告牌砸下来了，正好砸在我手上，我脱力掉下去的。白哥冷笑着，蠢货，如果不是你，我需要假装跳楼吗？都是你，害得我这辈子都不能再走路。周青青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他鄙夷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堆垃圾，看着他推着轮椅远去。我闭了闭眼，缓缓将录音和文件发给周旺。他才是蠢货，谁告诉他 U 盘只有一个的？我想，我也许是发送的太早了，我还没把周旺忘干净，他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待了好一会，才认出他。周旺，一方面是他现在消瘦的完全不像之前的他，另一方面，我现在确实很难记起他的长相。他走到床前看着我，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。青青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以为你……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蹲下握紧我的手。好奇怪，他的手是热的，我却有一瞬间的抵触。周旺看着我，声音低哑：青青，我们回家吧。我摇摇头，周旺，我不回去了，趁着现在还没有忘，我有很多事想讲给你听。周旺声音有些颤抖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青青，我看到了，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想过白哥会那么陷害你。对不起，青青，跟我回家吧，我给你找全国最权威的医生，你一定会康复的。我看着他，周旺，我不想回去。说实话，很多东西我现在都忘掉了，甚至有时候想起你的脸，我都有些恍惚。你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还是记得。我看着周旺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我还是记得你是怎么羞辱我、伤害我的。周旺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真奇怪，我好像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忘记了。我觉得你跟我之间应该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的，但是我现在模模糊糊的，根本想不起来。我笑了笑，可能是受到的伤害太深刻了，所以我会一直记得。周旺嘴唇翕动着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我眨了眨眼睛，我的情绪好像也被淡化掉了。我现在面对着曾经恋人的忏悔，没有想象中的大喜大悲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记得，我突然抓住周旺的手腕，这是周妈妈临终前告诉我的真相。我想，你应该知道。周旺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爸妈一直要你娶我吗？我凄然一笑，因为这是让你赎罪，你就是害死我爸妈的真正凶手。周旺站在那里如遭雷击，他好像早就忘记了，或者他刻意避开这件事。没关系，周旺，
我来重新给你描绘一下。周旺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暴雨天，你在外面，非要我爸妈开车接你。我耳边仿佛响起倾盆大雨声。在车上，我爸妈打算开车送你回家，你却非要去购物广场。我爸妈不同意，你就猛抢方向盘，导致车从国道上冲了下去。我抓住周旺的衣领，我爸妈临死前都记着他们的小少爷。事故发生的一瞬间，他们挡在你前面，才保住了你的一条命。周旺，你记得吗？是你害死了我的爸爸妈妈，是你让我变成了孤儿，所以周爸周妈才一直让你对我好，因为他们愧疚，他想让你赎罪。而你，周旺，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周旺脸色发白，他想起来了，刻意尘封多年的记忆，这一瞬间重现于世。青青，周旺痛苦地捂着脸，对不起，我那时候太小。我摇摇头，周旺，不要再找借口了，我怕我忘了这件事，所以你要记得，你要一辈子记得。周旺，你是杀人凶手，你这辈子都欠我的。他的脸一点一点惨白下去，再也没有了从前意气风发之态。周旺，这才是你本来就该承受的。后来我在医院里总能听到新闻，你听说了吗？有个学舞蹈的女孩子腿残疾了，她男朋友也不要她了，她跳楼自杀了。听说之前残疾也是因为跳楼，这次啊，是她以前霸凌别人的视频被放到网上，她被网暴了，真是活该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周旺耐心地低头给我削着苹果。我在，你回去吧。我皱着眉看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感觉你越来越讨厌了。周旺手一抖，苹果皮削断了。周妈妈呢？为什么让你来看我？周旺温柔地抬起眼睛，青青，我们结婚了，我妈妈让我来照顾你。我看着周旺，他好像老了许多，也没有以前长得好看了。是在学校打篮球训练太辛苦了吗？你又在瞎说什么？你再说，我告诉周妈妈，我才读高中而且我怎么可能跟你结婚啊？周旺轻轻问。青青，你不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我不愿意。我摇着头，看见周旺眼睛里好像有什么熄灭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我总感觉你欺负过我，但是我记不起来了。我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反正一看见你，我这里就喘不上气，而且感觉头更疼了。周旺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？周旺哑然良久，他低着头，声音几乎听不见。青青，如果我做了很过分的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歪着头想了想，不会呀。你如果伤害我了，我为什么要原谅你？原谅你了，我受到的伤害就能被抵消吗？那对我也太不公平了。我想得不耐烦了，头开始越来越疼。我不耐烦地开始赶人。你走吧，明天不要来了。周旺的肩膀塌下去了，他像被抽干了身上所有的力气，费尽力气才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他轻声说：“明天见，青青。”我翻过身，不高兴地想，我明明说了，你明天不要来了。从昏睡中醒来，我听见耳边似有人说话。手术很成功，肿瘤切除掉了。至于后遗症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看见床边围着几个人。我这是在哪？为首的医生看我醒了，低声嘱咐了几句，也转身出了门。青青，你醒了，起来喝口水吧。我费力地抬手，摸了摸头上的纱布。面露憔悴的男人端着水杯站在我面前。青青，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费力地坐了起来。你是哪位？年轻男人呆愣在原地，水杯当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他嘴唇张合了2下，好不容易发出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。青青，青青，是在叫我吗？我有点疑惑地指着自己的鼻子。你在叫我吗？
我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，他颤抖着跪在床边，伸手来摸我的脸。青青，你还是把我忘了吗？我皱着眉，条件反射地打掉他的手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随便摸别人的脸？别人？他苦笑起来。医生，医生！年轻的男人突然疯狂起来，他眼睛里满是红血丝，在病房里大呼小叫。医生给我检查了一番，拉着他出去说了几句。我在病房里翻找着，在枕头里摸到了一封信。男人回来了，憔悴的脸上挂着勉强的笑意。青青，我冷冷地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愣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说，周望。青青，我是你老公，记起来了吗？我摇摇头，不认识。你出去吧，我很累，想歇一会。名叫周望的男人想再说些什么，却只能凄然点点头。好，青青，医生刚才也说了，你得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看着男人离去，我翻出了看了一半的信。周青青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里有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是100万，密码是6个0。你患上了失忆症，不过还好，经过手术你活过来了。之前的生活我不想多加赘述，但是有一条，如果你遇到一个叫周望的男人，请立刻逃走。我相信你绝不想再受一次这样的伤害。青青，你今年20多岁。生命的一半时间是在受苦，这一路走来，你的身边空无一人，你自己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。不过我想，曾经如此勇猛的你，也不会惧怕如今的从头再来。希望你能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来自失忆前的你，我坐在急速行驶的高铁上，拿出这封信的时候，依然觉得当夜逃走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不管去哪里，我都能从头开始。至于周望在不在找我，我不关心，我不在乎。谁认识他是谁呢？他那天看起来很爱我的样子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，他一定曾经伤害过我。还好，都过去了。夜空中高悬的月光洒下来，照得大地一片银白。我对着反光的车窗举起手中的饮料。周青青，心生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